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本对万千父母都至关重要的书《养育女孩》。相信很多为人父母的朋友，在养育女儿的路上，都曾有过或正在经历一些困惑。为什么女儿突然变得叛逆？她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些问题就像是育儿路上一个个不确定的雷区，让许多家长感到手足无措。但是请不要担心，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深度解读《养育女孩》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史蒂夫·毕达尔夫为我们揭示了女孩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关键需求，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你将了解到如何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伤害女儿的育儿陷阱，以及如何激发她们内在的潜力，让她们真正成为独立、自信、有力量的女性。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育儿宝典，共同开启一段充满智慧和爱的育儿旅程。我们马上开始。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澳洲心理学家 Steve B. Darf 写的《养育女孩》这本书。你可能也感觉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女孩子面对的条件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真的。像是社群媒体啊，还有好像比较早熟，然后那个焦虑、忧郁的比例好像也变高了。没错，作者就有观察到，感觉女孩的童年好像变短了。对，缩短了。是啊，毕达尔夫他就点出来，不管学业、外表还是人际关系，现在的女生压力真的蛮大的，前所未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从这本书里面找出几个关键的方法，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希望能帮家里的女儿打一个更稳的基础，让他们长大可以更坚强、更自由。对。好啊，那第一个重点，书里面讲到安全感的基石。对，好像特别是0到2岁，不过这个概念应该是一直都适用吧？没错。这听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但作者是不是有更深的看法？对，他不是随便讲讲，核心就是宝宝那个时候能不能真的感觉到我是被爱的，我是安全的。这个感觉会内化，变成他们以后面对世界的那个底气啦。底气。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所以作者特别提醒，爸妈自己的状态很重要。哦，怎么说？你自己要先觉得安全，觉得有人支持，这样你才有办法，就是把这种安稳的感觉传给小孩。这让我想到书里那句蛮有力的话：匆忙是爱的大敌啊。对，那句很经典。这是不是直接在说我们现代父母啊，好像都很忙？我们是不是真的忙到牺牲掉跟孩子好好连结的那个品质了？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想点醒大家的那种高品质的陪伴。真的需要时间，需要平静的心情。忙的时候很难。对啊，很难做到，所以他才说要建立支持系统，就是他讲的那个融入爱河。就是鼓励爸妈去找家人啊、朋友啊、社群啊来帮忙。养小孩真的，不应该自己一个人扛。对，真的不是。书里还有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设计，他鼓励爸妈回去看看自己的童年。对耶，回顾自己的童年经验，这对养女儿有什么帮助啊？了解一下我们自己小时候有哪些需求可能没被满足。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敏锐的看到女儿现在需要什么，避免重复某些模式吗？对，或者是就是不自觉的把自己的那种匮乏感丢到小孩身上，这算是一种自我觉察吧，也是为了更懂小孩。了解，所以这个打底的安全感真的很重要。但小孩长很快吗？2岁、3岁到5岁，好像又有新的挑战。没错，我注意到书里面很担心那个女儿长太快的现象。是的，这其实反映了社会压力，像是追求完美啊，竞争太激烈啊，还有那个外貌焦虑，这些东西就是好像在蚕食他们本来应该无忧无虑的童年。所以作者才大力呼吁要捍卫童年，要让孩子像个孩子，对，鼓励他们去探索、去玩、去接触大自然，不怕弄脏，可以吵闹地玩，甚至从犯错中学习。
这一切都是在培养他们的那个韧性、自信心，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跟打破那个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吧？绝对有关。不要一直强调女生就是要文静干净。书里面好像也特别讲到爸爸的角色，没错，有提到。研究有发现爸爸在带小孩玩那种比较冒险、比较需要肢体活动的游戏时，扮演的角色很特别。对，这种互动对于培养女生的勇气、抗压力，还有那种挑战极限的意愿很有帮助，让他们知道探索世界不是男生的专利，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谈到外面世界的影响，现在媒体真的无所不在。这对女孩的成长会有哪些挑战？爸妈又可以怎么做？这个问题真的蛮棘手的。电视、广告、网络、社群媒体，那个资讯真的是无孔不入。对，很容易让女生太早就开始在意身材啊、外表啊，甚至把被爱跟漂不漂亮画上等号。哇！书里有个例子，我看了心惊了一下。一个小女孩看到瘦身广告，竟然说那个阿姨变瘦了，她先生会更爱她。天哪，这么小就……对啊，你看那个媒体讯息渗透的多厉害，真的要警惕。那爸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守门人角色呢？首先就是要有意识地去筛选跟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看萤幕时间，特别是卧室，尽量不要放那些电子产品。然后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身教。对，爸妈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怎么评论别人的外表，小孩都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尽量避免在小孩面前一直批评自己或别人的身材样貌了，要表现出接纳自己身体的态度。我记得书里好像有个例子，一个妈妈在试穿裤子，然后2岁女儿就在旁边学她，担心屁股太大。没错没错，就是那个例子。你看身教的力量多大。真的。之后也是最根本的啦，就是创造真实的连接时间，实际的互动。对，高品质的家庭互动，聊天啊，一起做点什么啊，这种共享的时光，它本身就是最好的防护罩，去对抗外面那些负面影响。当孩子感觉到那种很深的连接跟归属感，外面那些评价标准就比较难影响他们了。好，所以总结来说，养女儿真的需要爸妈更有意识的去打造一个充满爱跟安全的环境。对，然后鼓励他们保有童年的那种好奇心、勇气。同时也要当好那个过滤外部资讯的守门人。正是如此，这不是说要做到完美了，而是持续的去觉察，去努力。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一下的问题书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蛮让人鼓舞的观点，就是说，就算你觉得好像错过某些发展的关键期，比如说婴儿期的安全感建立，或是幼儿期的勇气培养，好像来不及了。对，但因为大脑其实是有可塑性的，我们永远都有机会透过后续的互动去弥补、去加强。是的。这点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对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不管你家的女儿现在几岁了，在她成长的哪个面向，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勇气，可能是人际互动，或者其他方面，是不是正特别需要你多给一点关注和支持？这不只是为了帮她啦，或许这也是一个让你重新看看自己，跟她一起成长的机会。第2部分，给女孩的爱来自爸爸、女性长辈和天赋的火花。接下来，书里主要探讨女孩成长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各自扮演的关键角色，强调了父亲之爱与尊重对于女儿自信心建立、学业成就及未来伴侣选择的深远影响，并提供了10项实用的父亲育儿策略，例如定期约会、倾听和参与教育。同时，文章也深入分析了如何培养女孩的兴趣火花，指出这不仅能带来快乐，更能全面提升女孩的生活品质，但也警告了过度竞争或不当兴趣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书中着重阐述了成年女性在女孩成长中的重要辅助作用，尤其是在青春期引导和月经初潮的庆祝，
强调了成人礼仪式对女孩身心健康的积极意义。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根据您提供的资料，来深入聊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滋养我们家里女孩的成长。对，我们会看几个就是蛮关键的面向，比方说父亲的角色啦，还有怎么去点燃孩子心里那种热情的火花。然后也会谈到阿姨们，就是妈妈以外的女性长辈，她们的重要性。还有就是青春期这个阶段，怎么陪伴他们走过。我们的目标就是从这些资料里面帮大家抓出一些最核心、最实用的观点跟做法。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父亲在他女儿生命里那个很特别的角色。资料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深刻的观点，就是说父亲呢，他不单单只是提供经济来源的角色，对，他更是女儿生命中算是第一个重要的男性模范。那这段关系好不好，会深深影响到他以后怎么看自己啊，他的安全感，甚至他未来选择伴侣的眼光。哇，这个影响很大对呀，研究有说，如果父女关系好的话，女孩子在功课上、工作上通常表现会比较好，也比较不容易学坏。这点很有意思。那资料里面有提到那个布鲁斯·罗宾森医生的策略，像是特别安排跟女儿单独约会的时间。对，那个单独约会，强调了不是说教而是要创造1对1的时间去听她讲话。可是，很多爸爸可能会想，要怎么听啊，才算是真的有听到？这个，确实是个挑战。资料的建议是，关键就是你先不要急着给建议或批评，先忍住。对，先忍住，试着去理解他讲的话背后那个情绪是什么，感觉是什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不一样。不一样。不是那种很空泛的说你好棒，而是很具体的去看到，他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哪些努力，鼓励他做自己，而不是一直跟别人比。同时资料也提醒了一些爸爸们容易不小心踩到的点，比方说那个供养者悲剧啊，对，就是以为我拼命赚钱就是爱了。对，结果忽略了陪伴跟心灵上的连结。还有女儿青春期身体开始变化的时候，有些爸爸会觉得有点尴尬，就反而疏远了。那个杀伤力超大的，绝对要避免。没错。资料还提醒说，女孩子通常对那种大吼大叫的反应会更敏感，所以沟通可能要温柔一点，效果比较好。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啦，就是不管我们自己过去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我们都有机会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健康的互动。那从家里的支持，我们挑出来看另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概念，就是点燃孩子内在的那个火花。彼得本身博士提的那个火花。对，这个火花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让孩子就是完全投入进去，做到忘记时间的事情。这可能是画画啦、科学实验啦、运动啦，或者就是对某个东西特别好奇。资料说，有找到自己火花的孩子，通常会比较快乐、有自信，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韧性也比较强。听起来超棒的。那要怎么帮孩子找到，然后保护这个火花呢？是不是家长要很积极的去安排很多活动？资料反而说，家长的角色比较像是观察者跟支持者。观察跟支持。对，不是主导。这是家里至少要有一个大人去注意到，孩子对什么有兴趣，然后提供一些资源。如果家里以外也有大人，像是老师啊、教练啊，也能给他肯定，那效果会更好。不过也要注意要留意那种不恰当的火花，比方说为了减肥一直节食，或太在意打扮。还有些竞争很强的活动，像某些体育训练或舞蹈班，可能会让孩子对身材很焦虑，追求完美，反而不健康了。
对，这倒是有听过。对啊，要确定那个活动本身是可以带来快乐跟活力的啦。这提醒我们，好像给孩子一些留白的时间去探索，比把行程塞满更重要。而且这个火花好像不止孩子需要，我们大人搞不好也该找找看。没错，那支持女孩长大的力量不只来自家里哦。资料特别点出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色，就是阿姨们。阿姨们是指亲戚吗？不一定是亲戚，就是指妈妈以外，你生命中可以信任的成年女性，可能是亲戚、妈妈的朋友、老师都可以。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孩子不是开始想要，跟妈妈有点距离，想要独立吗？就是这个时候，因为童年的朋友可能给的建议不够成熟，对，那妈妈的角色又太近了，有时候反而会有压力。这时候阿姨就像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她可以提供不一样的看法，一些人生的智慧，还有就是情感上的安慰，变成一个可以放心讲心事的人。他们的角色就是给予稳定的关心，分享经验，但同时要尊重这个女孩跟她妈妈的关系，就是做到关心，可是不插手。哇，所以说有意识的去帮女儿建立或是维持这样的连接，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投资。好，那接着我们来谈谈青春期，特别是初经这个重要的时刻。资料呼吁说要用一个比较正面的眼光来看待初经，它不只是身体上的变化，它其实是一个女孩子转变成女人的重要象征，应该要庆祝的感觉。对，值得被好好看待跟纪念，而不是觉得很丢脸很害羞。那个金母买开布的看法就是，爸妈需要提早很开放的去跟女儿沟通这件事，消除她的恐惧。这包括一些很实际的东西吧，像是教她怎么用卫生用品啊，注意清洁啊，还有就是理解跟接纳一开始可能月经不太规律，或者身体会有不舒服，情绪会有波动这些。没错，那更深一层呢，是给这个时刻赋予意义。资料建议可以弄一个简单的成年礼。成年礼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不用铺张，可能就是一份有纪念性的小礼物啊，或者写一封很真诚的信给他，或者安排一个特别的母女活动，甚至可以邀请家里其他重要的女性长辈一起给他一些祝福，让这个转变的过程感觉是温暖的，被支持的。那爸爸呢？在这个阶段，爸爸的角色该怎么调整？爸爸的角色就是要尊重他的隐私，比方说进房间前要敲门，然后对于身体的接触可能要更敏感一点，但这不是说要完全疏远哦。对，不是不理他。对，关心跟支持还是很重要，只是表达的方式可能要更细腻一点。好的，像听下来，综合您提供的这些资料来看，要好好的陪伴一个女孩长大，真的是一个蛮系统性的工程。对呀，她需要爸爸有意识的去爱，去投入，然后要帮她点燃心里那个热情的火花，还需要妈妈以外的女性榜样来支持。然后在青春期这种关键时刻，要给她有意义的理解跟庆祝。没错，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各方面一起来很用心去经营的过程。那最后也留给听众一个思考点，就是在您所关心的那位女孩身上，您有没有观察到有哪些潜在的火花，好像正等着被发现呢？或者您可以怎么样开始帮她建立或是强化她生命中那个像阿姨一样的来自外部的支持连结呢？第3部分，养育女孩，性、力量与信念。内容主要围绕女孩与异性和睦相处的议题展开，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并批判了色情产品对青少年，尤其是男性的负面影响。此外，书中深入探讨了如何培养女孩的内在力量，包括控制情绪、学会表达愤怒，以及家长的坚定引导。最后，书本呼吁维护女性权利，并鼓励女孩们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以应对成长中的挑战，最终实现丰盛的人生。欢迎收听
我们今天来深入看一下一份资料，是关于养育女孩子的一本书。它里面谈到很多，像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帮女孩子去处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呀，对，还有建立他们的内在力量，了解自己的权利，甚至找到更深层的生命的意义。没错。那我们就是想帮大家抓出里面最关键的一些看法。是啊，因为现在的女孩她们面对的压力来源真的蛮多元的。怎么说？比如说媒体形象啦，社会的期待，还有一些被扭曲的性的观念。所以这份资料它的核心重点就是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可以健康、有自信的长大。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哈，就是关于性与关系这部分。书里面有描写到像艾比跟 Luke 那样的关系，就是感觉很理想，充满尊重跟安全感。对，那个例子，他想传达的讯息其实很棒，就是性可以是美好的，然后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就很重要。对，可是说真的，很多女孩子的经验好像跟这个理想状况差很多。没错，这就碰到一个让人有点担心的现象了。什么现象？就是那个色情内容的普遍印象。有研究提到，高达90%的男孩子，还有60%的女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3到16岁就接触过了。哇，比例这么高？对啊，而且更惊人的是，里面超过8%的内容是含有对女性的暴力。天哪，这就很麻烦了。它不只可能让男孩子物化女性，把性跟暴力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影响到女孩子的经验。她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甚至有些是被迫的，根本感觉不到性的美好。像那个梅琳达·坦卡德·雷斯特的研究也提到类似的状况，就说这会让性这件事对很多女孩来讲，好像不再那么值得向往了。听到这些数字跟状况，真的会让人蛮担心的。那所以说，那要怎么办比较好？对啊，传统的性教育好像常常只讲生理结构什么的，可能不太够。没错，没错。书里面那个佩姬·欧文斯丹的观点，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什么？他说，教育需要更关注情感连结，要强调性可以是充满尊重的。情感面。对。然后那个伊丽莎白·克拉克也给了一些具体建议，像是怎么跟女儿一步一步比较开放地去谈性，还有处理像那种色情短信，就是互传私密照的问题。那个风险很高。对啊，就要提醒他们，那些照片有可能被乱传啊，甚至被拿来勒索什么的。这点很重要，这就很自然地带到下一个关键点了。是哪个？就是怎么去培养女孩的内在力量？内在力量是指抗压性吗？不完全是，它不只是遇到困难时的抗压性，更是一种结合了善良、毅力还有原则的品质。书里有提到那个亚马逊雨林里的人们，就算环境很辛苦，还是能保有幽默感。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吧。那具体上可以怎么做呢？书里有给方法吗？有他建议说要保护孩子天生的好奇心，然后教他们管理情绪，不要被坏情绪牵着走。情绪管理，还有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种东西叫镜像神经元我知道那个就是会无意识模仿。对，所以父母怎么做，孩子就容易跟着学。再来，也要允许女孩子健康地表达愤怒，练习说不。这个好像蛮重要的，练习说不。没错。还有要设定清楚而且友善的界限。伊丽莎白·克拉克那4个问题就很实用。哪4个？我想起来了，做什么、什么时间、去哪里、跟谁一起。对，就是这4个。还有分担家务也是，这个可以透过行动建立责任感。书里还特别提醒，打骂其实很伤，反而推荐用我是沟通。我是沟通就是那个用我感到开头的吗？对，试着说我感到，而不是劈头就说你都，这样沟通会比较有效。说到这个我是沟通听起来很理想了，不过对很多家长来说，气头上要这样讲，恐怕需要不少练习吧。是没错，这真的需要练习啦。而这种内在力量，其实也跟为自己还有为别人发声有关。怎么说？书里面有稍微谈到女权这个概念。其实核心很简单，就是争取平等的权利跟机会嘛。
你想想看，以前女性受到多少限制就知道了。确实。里面那个唐娜帮助被欺负的A洛伊斯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格局再拉大一点看，这其实跟第10章谈到的寻找更深层次的信念，或是说生命的意义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接到意义感了。对，这有助于抵抗现在社会常常看到的那种过度个人主义。书里就有对比，纯粹追求物质跟透过连结，像是跟别人、跟大自然，甚至跟更宏大的目标连结来找到意义，哪一种更有价值？连结感。对，有一位澳洲土著长者艾琳·莫顿·罗宾逊，他教导孙女的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的什么？他说：“你跟其他的生物没什么不同，你们是平等的。”哇，那种连结感，我觉得非常触动人心。跟其他生物是平等的。这句话很有力量。对。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重点好了。关键大概有几个。第一，提供诚实而且强调尊重的性教育。没错。第二，培养女孩的韧性、情商还有好的品格。第三，让他们理解争取平权的意义。对。最后，就是引导他们去找到超越那些外在压力，让生命更充实的意义感。是的。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再想一想那位土著长者的话。我们与所有生命互相连结，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在引导下一代的年轻女性时，能够更强调这种连结感，而不只是聚焦在个人的成就了、外貌了这些事情上，这个世界会不会因此而有点不一样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啊，这或许是值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细细思考看看，然后看看怎么应用在生活中，或是分享给您新关心的年轻女性们。记住，养育女儿是一场充满爱和智慧的旅程。避开那些潜在的雷区，用耐心、理解和正确的方法去引导，您的女儿一定能成长为那个自信、快乐，并且拥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女孩。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留言，告诉我您的育儿心得或者您想了解的其他话题。您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今后的精彩内容了。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让爱和知识传递出去。